我跟他本来是包办婚姻，但我也想有一段甜甜的恋爱，弥补之前的缺憾。可是他却丝毫不上心，从来没有为我付出过。爱情最重要的就是包容，我想和他好好过日子，可是他总是对我很不满，什么事情都是挑三拣四。他一直是大男子主义，从来都没有听过我的想法。很多事情我只是被告知，他很少跟我沟通，只要一说话就吵架。我们俩的日子算是走到尽头了。我也在努力改变，他却从来看不到。我的不断容忍，却换来了他的无理取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赵先生30岁，来自河北，西餐厨师；女嘉宾薛女士29岁，来自河北，瑜伽教练。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已经7年了。对，结婚7年了。我跟我老公现在也没有什么感情了，然后也处在一个要离婚边缘。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跟我老公去说清这件事儿。听明白了，那咱就一起来回顾这7年的婚姻生活吧。您先来说吧。其实我跟我老公父母介绍认识的，并没有太多感情。一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其实挺嫌弃我的，觉得我长得挺丑的啊。女生往我这边转一下啊。哦，美女啊。就是当时确实是挺丑的，然后后来吧，就是也是学习了瑜伽，然后让自己就是各方面一直在提升。励志。但是当时吧，我也对他有一点小想法，就觉得他个头太矮，这是硬伤。后来怎么又在一起了呢？父母觉得挺好的。背着我把款子给贷下来了，店失败了以后，然后需要我跟他一起还债，这个是让我很不舒服的。等于在没有跟你商量的前提下，给你带来了一个你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是的，这个后果是需要你去承担的，所以你心里很不舒服，是这样吧？对。除此之外呢，就他在日常生活里对你好吗？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特别不关心我，我们没有过一次纪念日。过生日有时候还会把我生日忘了，情人节有一次我还给他提醒，你看一下你能给我送个鲜花或者礼物什么的，他说行，当时挺期待这件事儿的。结果在节日当天，我的洗脚盆没有了，我问他，然后他呢就是把我洗脚盆拿出来，上头插的是一朵玫瑰花。这件事儿让我很受不了，因为我也是生长在农村嘛，可能对这个结婚纪念日啊七夕啊、情人节这个可能就概念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刚才你说那我还觉得挺浪漫的，挺有意思的，要洗脚一下，洗脚盆对，然后一个惊喜嘛，这是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我当时还觉得，但是我觉得吧，至少应该有一个精美的包装啊。当时那次啊是在花店里提前预定了11朵玫瑰花，提前拿回家了嘛，因为也怕它枯萎，所以我就放在一个水里嘛。其实还是挺上心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职业本身是西餐厨师，对这些节日啊应该很清楚，包括这些送礼物的方法会很浪漫。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那像这些事儿，你们夫妻俩沟通过吗？平时我们俩都不沟通，各干各的事儿。最常做的就是在一起吃个饭，吃饭吧，有时候还因为一些事儿会吵起来。他做饭应该很好吃，对吧？但是他平时都不会给我做饭，都是我在做饭。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呀，别人一般在逢年过节呀，或者是周末呀，都是休息的，反而是我们是最忙的时候啊，难得有这个休息一天，对吧？在家想着说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你玩手机啊，找朋友一块儿吃个饭呐，对吧？所以我听你的时间规划里并没有太太，也不是没有，是游戏，哥们儿。我觉得他作为家务应该就是他的责任。
听懂了。那你工作吗？我有自己的工作，就是全职的瑜伽老师，并且在这个岗位我做了很多年，然后基本上随着我老公的脚步一直在跟着他漂泊。之前呢，我老公在天津，然后我就来天津了嘛。然后我老公因为要开店，又去了江苏，然后我辞了工作陪他到江苏，再紧接着创业失败了，然后灰头土脸的回到河北，我又陪着他回到河北了。我觉得整个过程中吧，就是一直在陪伴，但是陪伴呢，我觉得我老公并不领情，反而觉得我很啰嗦。平常两个人话也很少，是吧？话很少。那你们会经常吵架吗？会经常吵啊。然后我也是想把这种关系缓和一下嘛，然后专门去学的烘焙，因为烘焙跟他的西餐职业还是比较近的。你看我现在胳膊上哈都有那个伤痕，就这样，他都不觉得我爱他，他都不觉得我值得被尊重，我觉得我委屈。其实你学烘焙，我很感谢你，但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笨的人。哎呀，我确实生活中比较笨，他也经常会数落我啊。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他对我根本没有耐心。但是你长点心啊！我觉得你一点都不长心。哎，你除了会教这个，你还能跟人聊什么呀？比较少了，就聊一些生活中。对呀，他找一个你擅长的方向，专门跟你聊天，假装学不会，你还说人笨，你说谁笨？你怎么不去学一下瑜伽呢？这样你跟他也有共同语言呀。就这意思吗？学过瑜伽吗？我在家里头教过，然后行吗？他下不下去，然后他也够笨的。就是，但是人妻子可没说笨啊。所以，但是刚才他非常委屈，但是动情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你吗？”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爱上他了？结婚了嘛，我发现他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他大男子主义太多了，不会尊重我。我就觉得他吧，就是但凡要听我一点想法的话呢，也不至于我们当初在天津买房子，然后最后没有买成，回到老家，然后当时呢，我们还是在老家高价买的房子，这让我很生气。你当时提出买房，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工作不久。而且当时说你在不在天津发展都是未知数，况且你还说要从父母那儿拿一些钱去买房，我觉得这个我也接受不了。你为什么不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买呢？那最后呢？你是靠双手了吗？很可笑的是，你最后还是用父母的钱在老家买的房子，这个结果我也不想要的，并且很贵。我也不是想关键是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些去承担这些没必要的损失。只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了，但是我得有一个家呀，所以没有办法才拿了父母的钱嘛。我现在需要房子，之前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也需要房子，但是在你没有房子的时候，我嫁给你。现在不是你给我一个交代了吗？现在不是有房子了吗？你干嘛还要提这些事情呢？对呀，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没房子的时候嫁给你，并且爱上了你，爱上了你又恨上了你，结果有了房子，发现我不再爱你，我要走了。主任，他今天说了我这么多，那你有没有说你的脾气有多么坏啊？一发脾气就经常摔东西，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确实有这样。经常发脾气吗？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情绪控制得特别不好。我想问问你啊，现在妻子说要离婚，你想离吗？我不想离。理由呢？我觉得两个人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害怕他跟你离婚吗？害怕。你害怕失去这个家吗？害怕。你害怕失去这个女人吗？害怕。那他今天在台上唠唠叨叨，你觉得他想要什么呀？他想要幸福。那他眼里的幸福又是什么呢？一个家。他答得对吗？他说的这幸福太笼统了。再说他现在的所说的一个幸福，我也不需要他给我了，我完全可以自己。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俩有分居1年的时间，他在外地创业嘛，然后我自己在天津，我独立买了储藏室，还有地下室，还有那个车位，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去承担很多东西，并且自己可以拿主意，是我有史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次在婚姻当中。当时我老公并没有，也就是说把在老家的那个房子的储藏室、地下室和车位你都买了，对，并没靠他，并没有依靠他。然后当时我还挣了一些钱，就是给了我老公，当时为他的店。我觉得我一个女人可以承担很多东西，并不需要去依靠一个男人了。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眼中的弱女子，现在不仅可以自己挣钱，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所以人家现在问你，我要你干嘛呀？你在精神上给我抚慰吗？没有抚慰，
因为当时你在心理上给我抚慰吗？没有抚慰。你在生活上能照顾我吗？没有照顾。那我干嘛要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呢？因为当时我开店，所以好多资金都投到那个店里边去。没有，你现在把目光关注的是钱嘛？其实他说的所有的这些强调的一个核心，并不是物质嘛，而是我一个女人也可以很好的生活，对吧？对。我也可以做主，我做主做的也不比你差，是不是？是的。你想过这件事吗？偶尔会想。答案呢？但是想到那一步就不想想了，比较这个逃避这个。害怕了是吧？逃避这个话题。我首先得感谢你们俩啊，就是这对夫妻实际把现在奋斗向上的那代年轻人的一个家庭形象给我们做了一个缩影式的展示。虽然失败有投机取巧，但是现在踏踏实实在创业在做店嘛，也算奋斗对吧？对，承认他是奋斗的吧？承认。不是好逸恶劳的对吧？对，也是想向上的，这也是一个个人奋斗的这么一个典型，都很独立，都不希望靠父母，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情感生活当中碰到了很多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于，当女性完全独立之后，一个家庭应该给女性提供一些什么？过去传统意义上是男人主外嘛，女人主内嘛，男人挣得更多嘛。现在人家完全可以所有都独立了，还要你干嘛？你又给人添堵。我现在能理解到你先生的委屈不舍，我也能理解你在这种状态下对于离婚的那个渴望，但是是不是真要离，咱还不知道。咱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在舞台上听过很多故事，也看过很多一地鸡毛，但是今天这个女生说的让我觉得非常的解气，就是在这样一段让人觉得，哎呀，纠缠不清的关系，有埋怨，有恼怒，甚至有愤恨的关系当中，他没有沉沦，他非常坚定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且通过这份事业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有了很多的自信。我能看得出来，这个女生，你对你的这个瑜伽的这个教练的工作也非常的喜欢，对吗？对。我觉得不仅仅让你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挺拔，同时让你的内心充满了自信和阳光，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男生不一样，你的脸上写满了晦涩，你有那种我们常说的怨妇般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层关系当中，你没有跳脱出来，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向上的理由吧。所以我想，对你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该如何走下去，重要的是我们各自怎么样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我不是你身边绕在你树上的那根藤蔓，我是一株木棉，和你一样以树的姿态站立着。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爱，在婚姻里面同样是这样。尽管从前说嫁汉穿衣吃饭，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只有女性经济独立了，她才能够做更多的选择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她今天能够站得如此挺拔的一个原因。我赞赏这样的女性，同样我希望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也要从这段婚姻和关系当中汲取深刻的教训，问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接下来我要怎么办，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关系。谢谢。哎，谢谢周群老师哈。来，莎娜老师。他们俩这个关键词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守寡式婚姻。洗衣煮饭我一肩挑，什么孩子工作我两手抓，饿了有外卖，出门有滴滴，灯管坏了有小时工。如果这些事情全都我一个人能扛能干的话，我结婚的意义在哪里？我要老公的意义在哪里？啊？没有，我说你在说严老师吗？这事儿他都干。婚姻过到最后就是平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人可以把平淡熬成幸福，但有人用平淡来逃避责任。最可怕的婚姻状态，其实就是一个人拼命付出，另外一个人视而不见。你看不到我所有的付出，看不见我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我再继续在这段婚姻里面委曲求全要干嘛。结婚可以是搭伙过日子，但我觉得结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爱上。
你对他所有的不耐烦，就是因为你没有爱上，那就请你放了他吧。我坚决支持你赶紧离婚，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曲总，就从他们俩的婚姻角度讲啊，我看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我同时又看到一个好现象。不好的现象是，女人已经不需要你了，你给我的幸福我自己都可以得到，同时她是越来越美了。是。所以说，当你说她，哎呀，我当时我没看上长相的时候，我特意让女生来转过来我看看，因为她出来的时候，从气质、从长相，我都觉得是极佳。你怎么会看不上她长相呢？哦，原来是因为你，她变了，变得强大了，变得自信了。这是我看到对于这段婚姻的不好的一方面，因为她强大了，也在于她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价值，只有拖累。但是返回说呢，我又看到了一个好的现象，对于你们的婚姻来说，你害怕了，你不敢想了，你不是当初那个你了。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当你说啊我要在那儿买房是要有一个家的时候，女生马上反驳你，结婚几年了你还没有家？真正没有家的感觉，其实是你对她最大的伤害。她跟着你啊到处漂泊，从天津到江苏再到河北，她的付出太多了。她为了你，因为比你爱他先爱上你，所以他为你学烘焙啊或等等的做出努力，你都视而不见。好了，现在你害怕，你们俩的这个高度就变了。他现在是强势一方，你是弱势，所以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和沙旦老师是不太一样的看法，因为已经经过7年的磨合。但是，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在于你刚才说她变美丽了，她的美丽不是因为她而改变，是因为自己，所以错过了。分居1年之后，她变得更美了。所以你现在如果知错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她一次机会的。我希望女生能够给她一次机会。7年都过了，再给这个男人1年的时间，你看他的行动，看他还敢不敢说你笨，说你脾气不好。如果你觉得值，如果你爱上他的话，拿出行动来追他，好吗？好的，我希望你给他点时间，给个机会。谢谢，谢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不要一定把所谓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放得那么突出啊？当一个女性成长了，精神和经济都开始学会独立了，体会到了这种所谓独立带给自己的自信了。好，那个曾经相濡以沫、愿意追随她浪迹天涯、支持她做任何事情的男人，就一无是处可以扫地出门了吗？就像一个家庭中，我们说，哎，男人这个后来做生意赚钱了，或者在社会上有了价值了，这糟糠之妻就看不上了，这个人们就会谴责他说，哎，你怎么能这样？你们当年怎么互相扶持走过来的？你这个不对啊什么的。女人也一样啊。当我们自己独立了成长的时候，可不可以回头等一等那个有点跟不上的男人啊？我很支持你现在的这种自信美丽，我也为你高兴。但是我们回头审视下婚姻，曾经其实即便彼此有不满意，但不离不弃，你曾经愿意努力维护的这段婚姻，今天他依然还是那个样子啊，只是他没有你跑得快啊。他在努力的赚钱，也许现在还没赚到，他在好好的生活，但他能力确实赶不上你。何为夫妻？夫妻就是我强的时候我要呵护这个弱的，我弱的时候我要努力去追上这个强的，你等等我，我拽拽你，我们才能齐头并进。杨老师，等一下，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问题是你刚才说那个男性不是他，我还没说他呢，他不作为啊，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怎么不作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有一点大男子主义，但是愿意呵护这个。他其实没有说我对这个女人越来越不好了，我越来越嫌弃她了，我越来越看不上她了，我的心不在这个家了。他还是他成长得太慢了，这是你的问题。我们的家庭就是要共同成长。你没有学会去在这段婚姻中去慢慢的呵护他、欣赏他、尊重他，这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快点跑追上去。也许你钱不一定这生就会赚多少，但是我们努力。也许你能力没有多强，但我们去关心他、去爱他。你要去努力追上他呀。你再追不上，那彼此这样的不愉快、痛苦，那只能就是解散。但现在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别动不动就说离婚。给你们的婚姻一点时间，给他一些成长的机会。你愿意努力吗？愿意。你下次人家在过节的时候送花放哪儿啊？
帮我发小盆也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他不喜欢，我其实也觉得挺好的嘛，觉得挺好的，小盆。对不对？你还说人家笨吗？不说了。你去练练瑜伽行不行？行。我们互相等着陪着，熬过这7年之痒，再对人家好一点，让你们婚姻达到平衡和谐的时候，我们再去生一个。我希望你们能走到那一天，不要轻言放弃，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严老师。严老师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我们在这儿没有任何一种倡导是说夫妻双方有一方走得很快，另一方没有跟上这个步伐，就要把没有跟上步伐那个人淘汰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提倡这个价值观，而且我们认为这个价值观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价值观。这个男人在不行的时候，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全身心的付出、照顾，共同创业，最后成就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不要他，这叫抛下了糟糠之妻。这个我们说肯定是不对的。同样，现在这个家庭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其实更像第二种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男生缺少对女生的呵护。我觉得可喜的是，你看到他成长之后，他不再要你呵护的时候，这才我们提出了这个男性的价值在哪。我想所有老师说的都是想让男生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他说了我不被尊重，现在我这样了，你能尊重我吗？你尊重我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提倡的并不是说在财富上的一个变化，那么这里面最核心的实际是在婚姻当中的精神独立，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他的精神在提升，而你的没有提升。我是不去看这个财富的，因为其实如果奔财富的话，这个女生早离开他了，没有离开，她现在是觉得在精神上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而你不自知。但是我也想说哈，不因为这个差距就这么武断的把决定做，就可以就你现在告诉他说，我们的婚姻是在这个状态，很危机了，你们应该坐下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继续两地分居的状态吗？如果不继续的话，男生做一些什么呢？你们俩的家庭生活应该怎么去调整？需要你们共同去商量。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老婆，虽然我不够优秀，不懂得浪漫，但是我是真心爱你的。谢谢你之前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为你而改变，我想跟你白首到老，走到永远。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点走不动了。什么叫走不动了？就是我想放弃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变的。谢谢老妹啊，请回。来，请关门。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载京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快跑，快跑！快点吧。哎呀，就跑！咱就以1年为期啊，这个重新来过，试一下。这1年以后，如果他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是这样，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你还觉得那个，那你们愿意怎么选择怎么选。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点亮灯啊！好，来，礼物送给你们，谢谢老妹啊，来，请回，请回，请。